做减法，还是得做减法。但是 SYG 就不一样了，包括第一把小莲的一个发挥。是的，顺着对面的攻势，直接拿下一波双杀之后，后边就非常顺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判断，其实这一把戈亚的输出环境并不是那么的理想。那是在正常大家发育起来打团战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他提前成型了。看一下 SYG 蓝三方班位，搬掉刚刚用过的武则天，再搬手关羽，而 KSG 这里是放出了盾山，他搬的是鲁班大师跟钟馗。那 SYG 这手盾山要不要接？关羽、钟馗都不在，有一手苏烈，接了。KSG 应该想用苏烈来打。苏烈加戈亚，但是戈亚要不要放3楼出？如果放前2楼的话，对面有可能会直接出一手哪吒来针对你。皆为我的猎场。戈亚还是要先点出来。长城在，故戈亚加苏烈乡就在。还是直接锁了，因为 KSG 已经把海月给用过了，所以 SYG 这里拿到艾琳之后，就看他要不要针对这个戈亚直接选没有舞伴的家伙哪吒。太可怜了吧！先把盾艾配件组起来。火舞，小莲刚刚才后知后觉的跟镜头招了招手。这把也是以他为和，看他能不能延续上一把状态。KSG 的3楼打火舞，如果对位的话，其实火舞卡了手沈梦溪，这把 KSG 3楼不好出沈梦溪了，他没有选择出中单，直接出了一个手对抗路的狂铁。我发现到了第3轮之后，很多队伍都在前3手把对抗路优先级给提上来了。他如果红色方先把对抗路亮的话，那后边就要围着对抗路做一定的班位，让这个对抗路尽可能打得舒服点。吕布主要是自己家是双前排，很围绕对抗路去做了。这个阵容拿到狂铁，拿到苏烈，青岩他一定是个野核。那 SYG 也知道，就搬你那些国服野核。你反正上个月打了个6国服嘛，对吧？对战绩可查。晋、赵云。哎，我突然在想，露娜有没有可能出啊？他竟然也说了自己的本命是露娜。最近露娜有一次调整。是的，他的大招时间是初始直接缩短了10秒。而且现在大招的那个锁定逻辑也优化了嘛？对，智能施法的话会优先锁定印记的被挂印记的目标，就操作上限大大降低了。安琪拉，但这把感觉露娜应该概率不高。他藏到5楼，如果他自信的话是可以出的，主要看 SYG 后手上野怎么出吧。左边的控制也不是很多，大司命，哎，露娜真能打大司命，还是好打的。但是有安琪拉有苏烈，我会觉得这把还有更好用的星魔六耳。这把六耳其实有概率出。六耳他也是国服，没搬干净，搬不完。对，搬不完的。他正常出的话是一个绝右金或者是阿古朵，阿古朵也挺好用。看看，但是他如果平时玩的少的话，那我还建议绝右金会好一些，更灵活。更自由，但是选了绝右金 KSG 的进攻压力就比较大。绝右金打到国服了吗？六耳哦，真六耳来了，还是选自己最舒适的、最自信的、最近熟练度比较高的英雄，就是他的国服六耳。也是因为 KPL 赛场上这个赛季大部分六耳的出场超过半数都是搭配着苏烈以及安琪拉，算是一个固定的默认的一个组合。尤其是安琪拉加六耳，他需要有英雄帮他前置打一些这个伤害的铺垫以及小控制。这个组合对于禁娱来讲压力很大呀。他虽然玩的是大司命，但是他是顶伤害的那个，他吃不住对面的一套爆发的，很容易死。尤其是安琪拉，碰到安琪拉的阵容，他前期一定要小心。就这把的中轴对抗强度 KSG 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阵容前中期就是强。SYG 知道阵容只要顶得住，拖到后边艾琳能够起来，就有机会打。同时，对于 SYG 来说，开水这把拿到不知火舞，今天前面赛前也讲了，他和小果汁之间的一个两个人的区别的话，可能就是开水更加擅长一些节奏位的一个法师。第一把也是拿到一个武则天，第二把拿了一个不知火舞，这也是他这个赛季的火舞的首秀。这把要看他跟靖宇两个人贯穿全场，能不能把这个节奏盘活。这把火舞好像是能抓机会开团的那个，但是他开完团之后自己基本上就死了，不然特别容易死。不能光靠靖宇一个呀。这把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前排，必须得靠开水。这把他可能就是又得当开团，又得当柴火。
又得去保协防，又得卡视野。包括看看秦岩，终于拿到了赛场上的野核英雄，上个月的国服，新鲜出炉的，手感正热。看看能不能利用这个英雄啊，去找到点赛场的思路。西莫六尔的话，这个赛季 KPL 一共出场了12次，胜率只有25%。好像只赢了那3次吧。对，胜利确实非常惨淡。然后出装的话，主要有2套，这把也看看青岩他的个人理解到底是如何。期待一下双方的第2局交手。目前的话 ，SYG 是1比0暂时领先。对于2支队伍来说啊，第3轮的每一个小分、大分都非常的关键。蓝色方 SYG， 红色方 KSG。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家好，我是潇洒。全军出击！开局 ，KSG 是做了一个对抗路和发育路的换线，让狂铁下去吃盾山艾琳的火力压制，顺便先帮青岩提了一波野区速度。山豪是被反了，但上路幻想是赤甲开啊，第一个兵应该是掉了。知道第一波对线对不过。会被卡兵，就利用这个时间先把赤甲拿了。然后下路的赤甲好像是小莲这里拿到了。对，盾山2级了。然后直接包过来，就针对幻想。现在看到的是 KSG 打青岩第一视角，星魔六耳，请求集合。连夜，这也是他在 KPL 赛场上的野核首秀，因为之前挑杯也只玩过一把镜嘛。对的，但现在是联赛。这把他的阵容太强了。SYG 走河道还是要非常小心的。这把 KSG 的阵容就不像上一把那样，我还要去讲究一些团战的配合、先后顺序。这把就是打，直接冲，打得越多越好。反而是 SYG 他这局是稍微有一些进攻压力的。SYG 这套阵容其实有一个主逻辑在的，它有个主线就是艾琳的发育嘛。支线是，支线是前期应对对面的进攻，如何拆解，抵得住对面的进攻。他得4两拨千斤，巧妙的把 KSG 这多控多爆发全部都给化解掉。对线的时候稳健一些，不要出现被对面抓。那 KSG 这把的主线是用自己强力的这个切入技的一击致命，强力的武器啊，去敲破 SYG 的防守。定位线。目前前期的几波线上的对拼的话，还是相安无事。4分钟之前一般会比较安稳，除非有那种过激的越塔行为。这个主要要看烈风风了，他如果有一些绕后卫，绕到对面野区了，那可以以多打少直接越塔。但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想法，那 KSG 其他人应该不会。SYG 就更不用想了，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的。烈风风这把想要发起进攻的话，取决于开水，他得看这个火舞有没有漏。火舞一旦没有漏的话，可能苏烈这里也不敢贸然去开。是我们看装备面板，这个6耳第一件是风暴大剑，那他可能是一个无尽骑手，暴力输出。那在没有做出无尽之前，应该不会打架的。盾山尝试性爆了一下，苏烈直接原地砸了一个大招，2级的一个回推。这个时候火舞进场再推了一下，打出了苏烈的被动，但是可以踩能站起来。火舞其实一闪踢的是安琪拉，但安琪拉当时交了大招有霸体，没有被控。但这波 KSG 这里附带掉了2个闪现的代价。对，因为当时苏烈是想闪现把盾山开回来，但盾山当时的那个状态啊，以及他有大招，他首先用大招规避了苏烈的顶，其次就是他那个状态太好了，想杀他有点难。他还有个闪现，就没有前置的这个消耗稍微帮他铺垫一下。而且刚才那波打完 KSG 掉了2闪，苏烈被动也没了，导致第一波暴君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碰撞，直接换龙。
对 ，KSG 是个幻龙 ，SYG 应该察觉到了，想过来干扰一下，包过去，火舞踢了一下，把龙抢过来了。六耳可能要死，青叶要被留在原地，这个人头是给到了幻想的影。换龙的话也换慢了，被开水察觉到了，开水这把的火舞打得相当的果断和主动。 即便没闪，我也敢以身涉险。对他一个被动忍风加上一个一技能，随之而来啊，这个连锁反应，红 buff 也掉了。那这把六耳上来死了一次，野区还掉了一半了。我看了一下他出装啊，这可能也是出装埋下这个伏笔。他刚刚确实没有任何防装，太脆了。对啊，他在没有做出无尽之前，他不会想着去打架的。对的。 但就是想避战的这个过程当中被对面察觉了。先看一下出来无尽之后的第一波爆发，打脆皮挺可观的，但就是没有后续了。而且这是影，有大招。看一下这波回放，开水，我看见了，一个被动接一技能接大招把这个龙抢了，还把六耳，因为六耳交大规避技能，还把六耳给带到人群当中了，跑不掉。 然后当时中左这个河道视野，其实 KSG 没有站住的，是的，所以把 SYG 的人太轻松的放了过来。那这样中一塔感觉也危险呀。这波 SYG 盾上二闪直接去开戈亚去了，一个淋雨风暴直接刮死了安琪拉，正面小雨也倒了，中塔岌岌可危。这个大司命已经有点拦不住了，开水闪现一好就上去开他下雷，又拿到了一波2连击破，又是这个时间节点，感觉这波打完 SYG 已经奠定胜势了。主要是青岩的这个六耳啊，清末六耳已经阵亡2次，打野崩了。然后刚刚应该是3岁的盾山吧，因为他们当时是卡住了 KSG 的人在蓝 buff 野区，然后想让艾琳去推中一，然后戈亚想过来防守，直接被盾山二闪开了。当时导播老师切到了下路的话，安琪拉也被影给击杀了。中路的话，当时戈亚也是被二闪背的，应该是失位了。 直接被集火打死，随后就是六耳上去输出一套之后残血开打，必死。而且刚刚这波打完之后，小莲、艾琳带着 buff 自己还有2件套，2件半的橙装了，这个艾琳有点拦不住了。 5800对位领先了1000左右。嗯。哦，2000了快，5800了。戈亚是刚4000。 刚刚那波开西的沟通可能是想要把下路线放给安琪拉，他们可能觉得第一时间 SYG 不会去威胁这个中路一塔，但 SYG 前面一波拿到优势之后，肯定会乘胜追击。这里扇子踢出来，大司命先被抽了一套，盾山这里有个救赎，用护盾保了一手，盾山再用大招推了一下，这里苏烈是开启了大招往后撤退，这边一个前中期阵容在7分多钟已经被。 差不多关在高地附近了，就非常难打。下路是第一波摩擦，虽然没有爆发人头，但是掉了2个闪现，然后导致了正面第一条4分钟的暴君就是 KSG 看不了。对，然后就是换龙又换慢，换龙的话还被抢了，打野还死了，全是连锁反应。对，现在就是 KSG 只能等着待会儿苏烈或者狂铁突然间闪现开一波之后，所有人集火秒掉 SYG 一人。 但是正面盾山3岁又开了一波，直接把苏烈被动给抽了出来。在你找机会开我之前，我先把你的闪现打出来。8分钟不到，这个队伍的经济差已经来到了6000、5000。是的，5000多6000不到。就3岁这么做，他也是为了保护射手的环境，因为对面苏烈是最会找机会的那个英雄，那他把他的闪现给换掉了，艾琳的输出空间就非常大了，他只要盯着对面的狂铁就好了，狂铁的2闪是能。 木压的，就是能躲的。此消彼长嘛，反正现在艾琳这么肥，盾山的开团压力已经很小了，他只要团战保着就行了。对的，他没有什么开团压力的。他有技能就上去换一下对面的几个能够破局的英雄的技能就可以了。这把崩的接不了正面团的，他KSG 现在只能抓 SYG 落单的人去集火打掉，然后再以多打少尝试一下。如果是5打5，这个大司命站在最前面，你如果去集火他。 抽不动，团战也不一定会赢，就是你能把他杀，但要交很多的技能。SYG 这里还有很多输出点，就安琪拉的大、戈亚的大，可能全部都要交掉。对，而且现在因为西魔六耳的一个崩盘，然后正面又是一个狂铁，所以导致他们的边线也带不出去。对啊，没有人敢出来，3线压力。9分钟的时间节点，10分钟龙团还没有到来，这个高地已经受到了威胁。
SYG 应该会，哎，先看正面找到机会打野，推了一下，当然影这里有大招啊，盾山又用一个大招和做了一波拆解，没什么机会。那 SYG 就控完 KSG 的红 buff， 回头待会儿开双龙，看他们要不要冒险开双龙。理论上一条龙打会比较安全。现在发一路跟对抗路对位经济差都在2800块左右，打野是对位经济差800多，但你是6耳打大司命，你落后了800、900。大司命现在他只要当一个前排的作用就可以了，吸收对面的技能，对，把对面的伤害全部稀释掉。然后他的影啊、艾琳啊都能打后续的持续输出。SYG 也很稳，没有开双龙，直接就拿暗影暴君，然后让火舞直接卡了一下这个主宰的吞噬。KSG 要不要选择？看正面找着了盾山啊，把盾山给秒了。这波是前点的视野站的有点太过深了。对 ，SYG 其他人基本上都在拿暗影暴君，然后盾山开始也开到了对面红区，被 KSG 几个人集火秒掉了。就是这种画面 ，KSG 只能抓 SYG 落单的人，他杀完一个之后，不能够让后续的团战打起来就可以。这里哎，差一点。我开刀。KSG 现在也清楚队伍的经济差，对他现在这个经济差，只能激活打走，打死一个之后，然后赶紧拉开，回去养精蓄锐一波，再出来筹备第二波。对，如果他打掉一个之后还接后续的团战是不好接的。今年第二件在无尽之后做了一个剑盾，要稍微加一点容错了。艾琳已经准备出悟抗装了，准备来个不降。9900马上就要神装。SYG 也不着急，一时半会儿推不掉这个高的话，我就慢慢把你的这个发育环境收缩起来。无兵线磨一波，就把你视野给卡住，然后不让 KSG 人出去带线。这波控了一下3线，要看一下3岁他会不会选择开团。哥呀给了一个黑烧爆弹，想要防守一下，兵线是清掉了，但这个防御塔还有一丝下路抹掉了。回头无岸。看烈风风游走中，奔狼已就位，那得是 SYG 3线同时漏人的情况，但是他好像是准备绕出去。他想尝试一下，不想坐以待毙，只能来波硬的，要不然这个局面是温水煮青蛙。这一次视野没有卡太靠前了。盾山和火舞两个信号兵现在一左一右卡好。就看KSG这波红区敢不敢出来。刚是借着这个兵线啊，因为 SYG 在卡线嘛，所以刚刚快手抓了一波时间差，把蓝 buff 给守住了。看这个红怎么说？大司命打一套，盾山掩护，交完了。这个苏烈的大砸的是不错，但是位置完全不敢往前挤，这是一个拆火大。因为 SYG 探这个草的时候，他是有布置，让大司命上去2技能滑一下，探那个草，同时旁边跟了个盾山，给个大招推过去，这样你远程放的技能就会被挡，确保大司命不会被秒。中路高地高库，黄铁砸个电弧，反手拍起来了大司命，但是完全抽不动劲鱼啊。那 SYG 把 KSG 众人压在水晶附近，可以先把上高第3座高地给攻破，然后顺着再把这波线断了，只要龙兵进去就可以点水晶。所以烈风风要开团了，他很急，他在找夹角，当然被大司命给盯了。而且第3段怎么拍？一闪大招，闪被里2个但自己家后排被影切了。小雨第一时间倒了，影完这波2级波再收了2起啦。小莲的输出完全无敌了，锋芒逼了狂的一个人砸起了5个，但是双拳难敌无手啊！艾莉完成了2连击破，点掉水晶，让我们恭喜 SYG 2-0来到赛点。最后一波团战 ，SYG 酝酿了大概2分钟之久，集齐了所有的火力，由盾山那波2闪发起了第一个环节。同时，烈风风的苏烈也在找机会去切开艾琳，他开到了，但是自家的后排已经先死了，戈亚先倒了，没有机会可以跟了。是的，
只能说这把 KSG 所有的一切的节奏，就是阵容其实拿得非常好，包括刚刚潇洒也分析到位了嘛。但是从下路的那波对线交了双闪开。